2026年了，乌俄开打进入第5个年头，谁能想到战争出现了一个十分魔幻的现象——全员地下化。2月下旬，俄罗斯那边主动曝光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他们挖的地下指挥所。这只是一部分，普京地下堡垒比这更魔幻，占地19万平方英尺，有自己的逃生通道以及数不清的娱乐场所。不仅如此，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白联盟在波兰边境搞起了哈马斯同款的地道，通过这些地道向欧洲偷运移民。那么这场仗打着打着，俄罗斯怎么变成了土拨鼠？俄军这个地下工程规模是真的不小。根据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爆出的画面，俄军挖的这个地下指挥所隧道足足有好几公里长，埋在地下3米深。这不是随便挖个猫耳洞，而是正儿八经的钢筋混凝土工程。顶部铺了3层防护，先铺钢筋混凝土板，再盖木质滚轴结构，最后填上压实土壤。俄方自己说，这玩意儿能扛海马斯火箭弹，也能扛航空炸弹，甚至这隧道宽到能通坦克。而且这里面可不是只有光秃秃的土墙，报道里拍得很清楚，指挥所核心区域有个态势中心，墙上挂满了大屏幕显示器，无人机拍的实时画面直接传进来，指挥官根本不用冒头，在地下就能看清战场上的一举一动。而且里面还有通信系统、通风系统，甚至生活区。也就是说，这帮人住里面10天半个月不出门也完全没问题。为此，这帮人还混了个外号，叫地铁建设者。这个外号是从苏联时期传下来的。当年斯大林修莫斯科地铁用了大量劳改犯，那时候骂人就说你是地铁建设者。结果现在俄军第36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主动把这个外号接了过来。人家指挥官接受采访的时候还一脸自豪地说，我们挖了好几公里隧道，直接把骂人话当成了荣誉勋章。不过也不怪他们自豪，毕竟现在的战场局势已经容不得他们在地上走人了。之所以转战地下，原因也特别简单，就一个字：怕。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彻底改写了战场规则。就在俄罗斯高调炫耀地下指挥所的同一天，乌克兰直接用美国援助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精准命中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俄军第5集团军辅助指挥所。这不是什么偏远哨所，是集团军级别的指挥中枢，连集团军指挥部都被端了，地下的旅级单位能不慌吗？而且这还不是孤立，乌克兰总参谋部的通报显示，乌军在同一天还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弹药库和后勤基地。什么叫后方？在2026年的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后方这个概念，地面上的所有攻势在无人机面前都变得透明了。俄军心里门清，与其在地面上建一堆豪华建筑给乌克兰导弹当活靶子，不如老老实实钻到地底下。更有意思的是，乌军的打击范围已经不局限于乌东前线了，乌克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随便一飞就能干到俄罗斯境内。当然，要真的说起来，这些前线指挥官钻的地洞跟真正的大佬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什么叫真正的地堡？得看普京的。就在俄军炫耀地下指挥所前不久，一批设计图被翻了出来，曝光的是普京在黑海边的私人宫殿格连芝赫宫底下的秘密。这地方在莫斯科南部，离莫斯科上千公里，占地19平方英尺，相当于2.4个标准足球场，有自己的教堂、赌场、健身房、室内冰球场、娱乐室，周围是1.7万英亩，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把守的领地，天上禁飞，海上禁航。设计图是谁发出来的？还是老熟人，已故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的反腐败基金会。他们发现承包商早在2016年就把图纸发到网上炫耀过，后来才被撤掉。图纸显示，地下约50米深处藏着2套防爆隧道，通过一部电梯连接，每条隧道长约40到60米，宽约6米，加起来有6000多平方英尺的活动空间，被混凝土厚厚的包裹着，里面淡水充足，通风系统、电缆一应俱全，足够 VIP 们在地下活上几个礼拜。结构工程师看了图纸后说，这玩意儿具备所有安全和安保要素，设计目的很明确，让人幸存或者逃生。有意思的是，一条隧道被认为是正儿八经的逃生通道，通往海岸线上的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在无人机航拍画面里清晰可见，而另一条则配了个巨大的观景窗，图纸上管它叫品酒室。站在50米深的地下，隔着防爆玻璃还能欣赏黑海的海景，这个地堡可太豪华了。要知道2月24日乌克兰那边也放出了一段视频，泽连斯基在战争4周年这天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他当年的藏身之处，基辅班科瓦街总统府下面的那个地堡，这个可比普京的地堡简陋得多。视频里不是什么豪华的指挥中心，就是一个狭长的地下通道，天花板低到1.7米的泽连斯基走过去都得低着点头。通道两边挂着黄蓝两色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内阁领导层、最高拉达办公厅。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在战争初期撑起了整个乌克兰的国家运转。这个地堡的来历也不简单，这地方是苏联时期造的，
最初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在全面核战争的情况下能幸存下来。结果谁能想到苏联没了，当年防核弹的堡垒最后成了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进攻的指挥中枢。你看这对比就很有意思了，前线俄军挖3米深的隧道，就敢自称地铁建设者，还骄傲的不行。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在战争初期也只能和几百号人一起躲在地下筹划着整个国家的抵抗。而普京作为战争的发起人，50米深的地下宫殿10年前就准备好了。但这还不是全部，据对话者的记者调查，普京拥有一个从莫斯科到乌拉尔的全球秘密掩体网络。这些掩体由第30建设局负责建造，俄罗斯总统特别方案总局监督，集中在一个叫拉蒙基斯山的荒地，通过隧道与克里姆林宫相连，而隧道深达200米，而这个深度足以抵御核打击。前线挖洞是因为怕乌克兰的导弹，是受战场局势影响的。可这些地下宫殿早在战争爆发前就修好了，说明普京内心一直有一种恐惧。他不仅是怕眼前的敌人，他是怕那个更大的，说不清什么时候会来的万一。毕竟俄罗斯历史上2次大的政权更迭都和首都的局势有关。这股地下风要是只停留在乌俄还不算什么，毕竟战场上为了生存做什么都可以。真正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俄罗斯这帮人把地道给挖到了欧盟的家门口。英国《每日电讯报》爆出了一个大瓜，波兰边防军在2025年一整年陆续发现了4条从白俄罗斯挖过来的地下隧道，也是正儿八经的钢筋混凝土隧道。其中最大的一条在去年12月被发现，全长差不多60米，从白俄罗斯境内的森林里开口，一路延伸到了波兰边境屏障外10米的地方，高度大概1.5米，成年人弯个腰刚好能钻过去。里面还用了混凝土支柱加固，防止塌方。波兰边防军的中校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东西挖得相当专业，入口隐藏得特别好，要不是有热成像摄像头和电子监测系统，还真不一定能发现。而这条隧道当时派了什么用场，说出来可能有很多人会不信。白俄罗斯那边一口气塞了180个移民过去，主要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试图通过这条暗道直接冲进欧盟。结果呢，大部分人刚从波兰那边的出口爬出来，就被蹲守的边防军给摁住了。这事儿最细思极恐的地方不是隧道本身，而是谁修的。波兰副内政部长直接点了出来，这种地下工程需要的专业水平太高了，白俄罗斯自己搞不定，是从中东请了外援。军事专家一看那个混凝土加固的结构、通风的设计，还有那个隐蔽入口的挖法，立马就想到了哈马斯在加沙挖的地下网络，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在边境搞的那一套。美国军事历史学者说得更直白，这就是伊朗支持的团体干活的风格。前英国陆军工兵少校看了录像已推测，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专家8成参与了设计。波兰内政部长倒是透露了一个细节，说参与挖隧道的有些移民来自库尔德斯坦，但他强调责任最终得算在白俄罗斯政权头上。问题来了，白俄罗斯图什么？答案早在2021年就摆明了。卢卡申科亲口说过，因为欧盟制裁，他不再阻拦移民往欧洲跑了。这4年来，白俄边境成了移民涌向波兰、立陶宛的集散地。只不过以前是翻铁丝网，现在直接上技术，搞起了地下工程。明面上白俄罗斯在操作，可但凡对这几年局势有点了解的都知道，卢卡申科后面站着谁。但如果以为这只是偷渡，那就太小看普京了。这背后是俄罗斯精心设计的混合战争，就是不用开枪开炮，也能让你内部分裂，社会失序，政府崩溃。俄罗斯一直在故意制造移民潮，目的就是给北约国家施加压力，补偿他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损失。这套逻辑是什么？如果波兰拒绝移民，俄罗斯就可以指责欧盟不人道排外；如果波兰接受移民，那就等着内部社会撕裂，民意反弹。无论哪种结果，赢家都是普京。在俄罗斯高调展示地下指挥所的同一天，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1年1度的祖国保卫者日讲话。他说俄罗斯会继续加强武装力量，核三位一体依然是绝对的优先事项。这是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也是保持世界力量平衡的关键。翻译成人话就是，常规战争快打不动了，只能把核武器拿出来撑场面。这话说的倒是硬气，但仔细品品，一个核大国被逼到要靠亮核弹来维持威慑，这本身就是困境的体现。而且普京讲话的同一天，乌克兰的 ATACMS 导弹正砸在俄军集团军指挥部的头顶上，这种对比多少有点黑色幽默。更有意思的是，佩斯科夫出来表态，说俄乌冲突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俄罗斯跟整个欧洲之间的对抗，而美欧国家一直想摧毁俄罗斯。他说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还没达成，所以这仗还得接着打。这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嘲讽。4年了，从3天拿下基辅到目标还没达成，这中间的落差现在只能用地下隧道来填补了。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2月下旬，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宣布乌克兰正式退出1995年签署的独联体联合防空体系协定，同时还退出了30项独联体框架内的国际条约。这个动作的象征意义很强，
乌克兰在彻底跟苏联遗产切割，再彻底倒向西方，而俄罗斯还在试图用苏联时代的核大棒和地下堡垒来维持一个大国的体面。这场地下化的浪潮从来不只是军事战术，俄军前线挖洞是因为怕乌克兰的无人机与导弹，白俄边境挖洞是因为怕欧盟的屏障，而普京不愿意放弃战争，本质上也是在给自己挖一个地堡，只不过这个地堡更大，叫俄罗斯堡垒，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纵观现在的乌俄战场，4年过去了，乌俄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比，乌克兰人陆续从地底下走出来，重新回到了地面，俄罗斯那边却越挖越深，越住越往下。这不仅是战场局势的反馈，更是精神上的此消彼长。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句话：那些今天走在莫斯科街头的俄罗斯人，相信我，他们才是真正困在地堡里的人。这场仗打到这份上，其实俄罗斯早就已经输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普京还有没有其他地堡？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